去首尔自由行，交通问题决定了旅程的成败。如果你也被首尔地铁、电铁混跑的轨道交通绕晕，或者行走街头时大小行李成了累赘，那么这条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。只要掌握几个核心节点，就能完全像本地人一样利用公共交通丝滑穿梭。今天我用10几分钟的时间揭开机场、地铁和巴士的隐藏规律，给你一份最省力的首尔通关秘籍。凌晨6点的虹桥 T1 国际出发，没有在浦东机场赶早班机那种望不到头的拥挤。办理值机前还要取好随身 WiFi。在韩国，无论是找路还是查公交信息， Naver 地图的 App 是必须的，但国内手机号就算开通国际漫游，也无法让它联网。要么在韩国落地后使用当地 SIM 卡流量，要么提前订好随身 WiFi。过安检后，1楼有免税店，2楼有餐饮，3楼有休息室。V03的现煮面档浇头丰富，蒸点热气腾腾，还有各类茶叶、冷藏饮料等酒水可以挑选。补充好能量，还能在小气式的按摩椅上躺个15分钟，直到屏幕上闪动 MU511 的登机提示。拿上行李，从容走向 T12 登机口，整个出发流程紧凑高效。直飞 MU511 的是空客 A330 宽体客机。除了使用手柄操作的小游戏之外，娱乐系统视频内容库涵盖动画、纪录片和国内外电影，最新的片源更新到2025年年中左右。另外还有经典的实时3维航线信息。吃完白酱虾仁通心粉配银耳羹的早餐后不久，飞机就开始下降。在请您确认紧急出口的位置，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。透过舷窗，首尔都市圈密集的楼群逐渐清晰。这里提示大家一个重要通关细节：从2025年2月24日起，韩国已经正式启动电子入境申报流程，可以在入境前3天完成在线填写提交。飞往韩国的航班也不再发放纸质信息卡，下机办理入境手续时，直接向审查人员递上护照，录入指纹，信息核实无误即可放行。另外，得益于金浦机场的体量优势，从飞机着陆到完成入境，整个过程耗时不到20分钟，相比于仁川机场动辄1个小时的排队时间，效率高出不止1个量级。在转盘等待托运行李大概需要15分钟，取到行李就可以去3楼出发大厅旁的 CU 便利店。对于没有韩国本地银行卡的游客来说，用现金给 T-Money 卡充够余额是接下来畅行首尔的先决条件。首尔的轨道交通是一个融合了多种线路类别的庞大系统，既有覆盖市区的地铁，也有辐射首都圈更大范围的通勤电铁，还有连接市区、金浦和仁川机场的 AREX， 甚至有跨线运行的列车。为了方便，本视频参照金浦机场路标，统称为地铁。首尔地铁站台内外各显示屏一般只有韩语信息，不过视觉指示系统上，终点站和沿途重要站点一般会配韩英双语。进站之前最需要注意的是侧式站台的站点，上下行列车分布在2个独立站台，进闸口在站外就已经分开。如果进错了方向，要马上补救，在5分钟内出闸，走到另一侧重新进站，以免被系统扣除2次费用。进了车厢，当前站点信息主要通过3个渠道获取：车门上方的屏幕或 LED 路线图，车厢中部的 LCD 或 LED 显示屏，以及广播报站。
안녕하세요. 하나금융그룹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. 이번 역은 청라국제도시 하나금융타운역입니다. 내리실 문은 오른쪽입니다. This stop is Cheongna International City, Hana Financial Town. The doors are on your right. 前方到站是청라国际城청라国际城站。まもなく청라国際都市청라国際都市駅です。首尔地铁的广播和屏幕显示，绝大部分线路只有韩语和英语，游客乘坐相对集中的线路和站点才会额外加上汉语和日语信息。地铁绝大部分线路采用站内换乘，只需要抬头跟着信息指示方向前行即可。如果你拖着大件行李，强烈建议寻找直梯。请注意，为了最大化载客量，方便行动不便人士换乘出站，这里的直梯默认锁定20秒后关门。遇到像孔德这种多站台车站时，乘坐体验更类似火车站。虽然大家都在同一个平面候车，但头顶上方标牌中的数字是站台号，而安全门上方依然是线路编号。上车前要仔细核对信息，避免错乘。如果不想沉重的行李在行程头尾变成累赘，地铁站内的 T-Locker 寄存柜扫码就能用，但它塞不进27寸以上的大箱子。这时候要留意弘大、明洞或者中路3街等大站中的 T-Luggage 人工柜台，把行李放在这里，或者直接寄去目的地站点，就能换回大半天的轻松游玩。走出地铁换乘公交，站台的 LED 屏会显示各路巴士的等待时间。在首尔，地铁和公交或者公交之间换乘，只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，系统都只收取1次运费，建议利用好这个规律。上车第一件事，刷卡。세종문화회관입니다. 다음 정류소는 시청역 덕수궁입니다. This stop is Sejong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. 车头广告屏会滚动显示本站和下站信息。听到广播里出现你的目的地时，请立刻按响下车铃。下车时，无论大车还是小巴，都要再刷1次卡，如果不刷，就无法享受换乘优惠。关于返程前往机场，由于我在首尔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弘大，相较于大巴，机场铁道 AREX 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。在弘大入口站跟着指示牌下手扶梯，站台会明确区分首尔站和金浦仁川机场方向。走入车厢，相对一般地铁线路，游客友好度更高。车门上方的 LCD 屏幕提供了详尽的多语种换乘信息，车厢中部甚至有实时更新的仁川机场航班进出港信息屏。 고객 여러분께 안내 말씀드리겠습니다. 비행기 탑승 시 보조 배터리는 위탁 수화물이 불가능합니다. 51分钟之后，列车稳稳停靠在仁川机场1号航站楼站。顺着指示牌穿过连廊，直奔出发大厅。如果有买过的商品需要退税，记得在排队值机前完成预审操作。找到自助退税机器，界面支持汉语操作，扫描护照和退税单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很快就能完成。退税预审后，再整理好行李，去柜台办理值机托运。这次回程乘坐的是易思达航空，作为联航来说，15公斤的托运行李额度比国内同类慷慨太多。晚间时段只有一个3号出境大厅开启，可以抬头看看入口处的信息屏，上面实时显示着安检所需的预估时间和各登机口的步行距离。
完成安检和出境手续后，不要忘记退税的后半段流程。退税金领取方式可以选择现金、银行卡转账或者电子支付平台。接着抬头寻找免税商品领取处，无论是在室内免税店线下购买，还是网上下单，都要先在机器上取号，等待叫号提货。新罗、新世界、乐天等商家都在4层集中设点。因为乘坐的是凌晨起飞的航班，安检内大部分商铺在9点半后已经关门。除了4层的贵宾室、淋浴室外，3层也有部分品牌商铺、免税店、便利店和餐饮营业。直飞 ZE871 的是波音737-800客机，作为联航，易思达除了15公斤托运额度外，还有10公斤手提行李额度。座椅空间中规中矩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靠背是可以向后调整的，这又比锁死90度椅背的航司要友好得多。这趟航班的运行效率也很惊人，从客机推出停机位到起飞离地，只用了短短8分钟。夜航中最怕被打扰，好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乘务员拿着话筒强制推销的环节，还给了大家一个安静的休息环境。由于不提供免费餐饮，包括拌饭、炸鸡、啤酒在内的餐点，以及奥士堡、正官庄等营养品牌，或者花生家族和易思达的联名周边等，都可以在机上杂志中找到。这就是上海往返首尔的全程交通攻略。当你彻底明白了这套运用规则，首尔这座城市的交通系统的庞大与复杂就不再是阻碍。解决了怎么走的问题，接下来就是住哪儿和吃什么。下一期带你避开网红扎堆的明洞，住在中路3街，一起体验没有滤镜的经典首尔。